俄罗斯媒体分析伊朗空军部队发展前景，为何说伊朗空军想要发展，或许要依靠中国？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近日，俄罗斯的一家媒体分析了一下伊朗的空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的实力以及未来的发展问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伊朗有着独特的军事结构，伊朗军队与伊朗革命卫队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伊朗的防空部队呢，基本上是由伊朗陆军空军以及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组成。在伊朗遭遇袭击时，这两支队伍同时保卫伊朗的领空和攻击敌方目标。伊朗的空军总部隶属于航空、训练、后方以及通讯等4个司令部，部队的编队在地理上整体划分为4个作战区域，分别是北部、中心、南部和东部。他们的基地和中队基本上都是根据其规模和职责划分在战区之间。目前，伊朗空军拥有300多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但是这些战斗机的年龄却普遍较大。这些战机中包含了 F5 训练战斗机、美国制造的 F4、F14 战斗机，还有一部分是俄罗斯制造的米格29和苏24战斗机。由此可见，伊朗空军的实力较弱。那么，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又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力又如何？据俄罗斯媒体称，这支部队拥有6个装备了作战战术综合体的导弹旅以及中短程系统，并且他们还拥有6个空军基地和8个混合空军组，以及不同类别的雷达站。通过他们这种资源配置来看呢，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有能力解决目标和军事防空任务。由此可见，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实力并不用太过担心，但是伊朗空军的实力确实有些不尽人意。在过去几十年中，伊朗空军机队的发展基本上是只能通过对现有的战机进行自我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来实现。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伊朗方面还是缺乏自主研发战斗机的能力。目前按照伊朗的现状来看呢，向国外购买战斗机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所以说，伊朗空军的发展着实令人堪忧。那么他们又该如何改变现状呢？据分析，伊朗想要改变现状，或许要依靠中国。虽然说伊朗与俄罗斯达成防务关系，但是中国对于伊朗来说似乎更加可靠。首先，中国生产的战斗机在性能上不亚于美军的战斗机，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越了美军战机，并且中国战斗机的价格肯定会被伊朗所接受。反观俄罗斯则不一样，毕竟近年来俄罗斯战斗机的表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次，中国与伊朗的合作已经有了先例，此前中国就已经帮助伊朗的 F14 战斗机的航空电子设备进行过现代化改造。改造后的 F14 战斗机的性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所以说伊朗空军的发展或许真的要靠中国。英国公知喊话称要派炮舰去中国寻求疫情赔款，却遭网友嘲讽。现在英国海军有这个实力吗？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舆论可谓是风起云涌，而崛起中的中国常常被卷入舆论中心。于是最近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针对我们的奇葩言论，就像近日一位名叫道格拉斯·莫里的英国政客公开宣称，英国政府应该就新冠疫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向中国寻求赔款，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向中国派遣炮舰。据获悉，这位名为道格拉斯·莫里的政客是一位英国的保守派人士，一向是以过激的言论著称。尽管其言论并不被英国的主流接受，但仍被不少保守派人士所钦佩，甚至将他称为伟大的思想家。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位莫里就是我们常说的公知。作为一名英国公知，道格拉斯·莫里过去就频繁发表激进的反华言论。早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西方就有一批激进分子炒作让中国为疫情赔偿。那个时候有网友就以鸦片战争进行反驳时，莫里就公开宣称，英国不应该为100年前发生的事情负责。但面对给中国的造谣时，莫里很快就双标起来。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示疫情的起源与中国无关，不过有意思的是，面对这样的言论，中国网友们普遍以轻松的心态表达了一些冷嘲热讽。就有网友直言，英国人要来就赶紧来，正好我们把新账与旧账一起算。从军事角度来看，英国皇家海军的主要海军力量包括一艘尚未形成战斗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以及一艘尚未解决漏水问题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外，主力舰队呢还包括6艘4-5型导弹驱逐舰、13艘2-3型护卫舰以及11艘核潜艇。这就是皇家海军的全部主力了。相比之下呢，中国海军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潜艇的数量，对英国皇家海军都是呈碾压态势。根据美国国会的最新报道，中国各类的水面舰艇超过300艘，其中航母2艘，主力驱逐舰30多艘，以及50多艘护卫舰。这呀还没有包括即将形成战斗力的075型两栖攻击舰，以及7艘待服役的055大驱。此外呢，中国海军还有常规潜艇与核潜艇共计70多艘。除了数量上的差异，更不要说英国最强驱逐舰45型驱逐舰本就和中国的055型驱逐舰不是一个档次，再加上这艘驱逐舰呢是频繁发生电力系统故障，被认为是很难保证远洋任务的可靠性，能不能安全开到太平洋都是一个问题。而2-3型护卫舰平均服役时间已超过25年，其总体性能远远落后于中国海军的054A 护卫舰。此外呢，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声称明年将会前往亚太地区进行巡航部署，可能将部署在冲绳一带。然而这艘航母至今还缺少舰载机，需要美军的舰载机帮忙。简而言之，英国就是派艘空壳航母前去混经验的。英国宣布明年将派航母编队来亚太执行，然而自家海域都频受俄军舰侵扰，英国的军舰还够吗？近日有消息称，英国皇家海军明年有可能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派往亚太地区部署，协助驻日美军在亚太地区执勤。而看到这则消息的网友无非是3个反应：其一，英国人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其二，英国还有军舰可以派吗？其三，这艘航母会不会还没到亚太就漏水沉了？当然，英国人皇家海军如今实力拉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呢又非要派航母过来，也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就现在皇家海军的实力，把主力都调走了的话，英国人不用守家了。而他们要是真的这么做了，俄罗斯人一定会很高兴。近日，英国海军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组照片，照片内容有很多关于最近2周以来俄罗斯海军穿过英吉利海峡，或者是抵达英国海岸附近。而由于英国皇家海军众多舰船呢是处于一个维护期，再加上部分军舰跟着美国前往波斯湾进行护航行动，对于压到自家门口的俄罗斯军舰，英国海军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每次呢也只能是派上2-3型护卫舰前去追踪。目前整个英国海军除了2艘航母，其主力舰队也就是6艘4-5型驱逐舰以及13艘2-3型护卫舰，而且英国航母目前还是缺少舰载机，要是派出一支航母编队去亚太，那哪来的部署能守家？到时候俄罗斯军舰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是英国海军目前需要面对的现实。而且对于英国来说呢，俄罗斯对其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远在天边的中国。随着美俄之间的矛盾加剧，俄罗斯可是一直试图向西方势力秀肌肉。英国皇家海军自家本就没啥余粮，还非得去亚太掺和，到时候恐怕连追踪俄海军的军舰都派不出，英吉利海峡也就会成为俄海军的固定航道。既然如此，自顾不暇的英国人为何还要派航母驻派到亚太去呢？英国人的举动无疑是在响应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响应美国的号召。毕竟现在美国是西方世界的老大，然而跟着美国人就有利可图吗？当初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有跟着美国出兵中东。英国人本着想去分一杯羹，然而结果就是好处是被美国人捞走了，而战争遗留下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却转嫁给了欧洲，现在都成为了欧洲混乱的根源。综上所述，英国要派航母编队去亚太执勤，完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中国而言，美国那么多艘核动力航母我们都见惯了，英国这艘连舰载机都配不齐的常规航母注定引起不了什么关注，而无法彰显英国皇家海军的威风，只能将英国人如今的落魄展现出来。英国人与其想来东方现眼，不如想想怎么盯紧点自家门口的俄罗斯军舰吧。